今天是改造老房子的第一天我首先从门前的这块空地下手。这里的杂草好多年没人打理长得有人这么高了。像这样的树有几十棵砍下来费了我不少劲。因为我喜欢种花种草，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园，所以这里以后我打算改造成一个小花园或者是一个庭院，可以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好久没有干这个体力活了，一上午下来这样挺累的。台阶这里也长满了杂草，这个台阶呢，以前是可以一直通到那个门前的小河那里去。我们以前回家就是从这个台阶上来。柿子树下面也长满了杂草，门前的这棵柿子树，在我爷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时间比较长了。我打算把这个柿子树保留下来，它有一部分的树枝已经坏了，后期这边需要修剪一下。门前的空地整理完了以后，现在准备收拾一下老房子。堂屋里面堆满了木板和其他的杂物，我一个人完成不了，请了家里面的亲戚来帮忙。堂屋里面基本上全是这样的一个板子，抬出来挺费劲的。是我哥哥他们以前盖房子拆下来放在这里的。堆放时间比较长，板子上面全都是灰。以前的地板没有铺过水泥，基本上都坏了，需要重新翻修一下。墙角那里被老鼠挖了好多个洞，因为很多年没人住，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灰尘。打扫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头发上基本上都是灰。外面也是长满了杂草。铺地板用的石头、水泥、沙子，已经约好了师傅今天把材料拉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又赶紧把晒棚外面又收拾一下，好腾出地方来放材料。这个爬藤植物的根须已经吃到那个石头里面去了，我们在整理的时候特别难清理。大石头大草来了，走廊上面还剩下一些杂物，我们打算把它清理干净。剩下的杂草也要清理一下因为后面铺地板要堆放一些沙子、水泥。干完以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打算把门前这矮房子的瓦给拆下来。等一下给你们看看什么叫上房揭瓦。拆下来的瓦我留了一部分出来，以后改造花园的时候也许可以用到。门前这个矮房子我准备把它拆了以后，整平和花园做一个整体。门前没有房子挡着，视野会更加开阔。今天先把瓦拆下来。我是第一次这样子上房拆瓦，站在上面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害怕的。这个矮房子的左边以前是一个养猪的猪圈，右边是一个沼气池，这都不用了，全部拿来放一些杂物。
今天是干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干。关注我，让我们共同见证小月的成名漂流。今天是改造小月的第3天，门前的这个高房子原来是打算留着不拆，后面和家里面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把它拆了。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里面保存着很多以前的一些老物件。这个房间以前是父母他们住的，这是我妈妈以前的一个缝纫机。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个词语手册。很有历史的，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啊，都生锈了，有点年纪了。这一个是我爸爸以前从部队拿过来的啊，有点生锈了，年纪比我还大啊。这是一个冲锋号啊。想起了以前我妈妈以前用这个缝纫机给我们缝新衣服穿。这2本是我爸以前当学的一个证书哈，18年的哈。这都几公分，他们俩以前出工了哈。看到这些东西啊，又回想起我们小时候啊，在这里长大的一些情景。小时候我们走在这个楼板上面啊，咯吱咯吱响啊，留下很多很开心的回忆。这上面也是几公分啊，好老了这个啊。这上面记得全是公分，姓名什么的里面都有。这是一个钱包，粮票啊，这应该是以前的布票。这个真的值钱啊！这个布票是1966年的。这些老物件都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我不舍得把它们扔掉，我会把它们保存下来，以后做一个留念。以前睡在这个房间，我们可以听到门前那个小溪流水哗啦啦的声音啊，每天晚上都听着那个小溪流水啊入眠。翻到了一张小时候我和爷爷的照片啊，旁边的女孩子是我的妹妹。这张照片是爷爷生日的那天拍的，当时我们只有几岁。这也是我和我爷爷唯一一张留下的一张照片。约好的挖机师傅啊，开着车来了。之前其实是一直想留着这2个房子的。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要拆掉不是很舍得，但是后面考虑到整个整体美观，然后的话决定还是把它拆了。这2间房子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盖上来的啊，他们盖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是很小，还几岁这样的。很庆幸啊，我们家的老房子可以用这个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在以后我们想看的时候，还可以把以前的翻过来看看。门前的这2个房子拆了以后，目前打算是把它推平，和之前的那个空地作为一个整体，在门前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庭院。
房子推平以后，门前的视野这样看出去是不是更加开阔了？关于小月以后的规划，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我，关注我，我们共同见证小月的从无到有吧。老房子终于收拾好了，今天是老房改造的第4天。今天的工作是把2个房间和老堂屋的地板铺好。为了节约人工成本，我自己做起了小工，和他们一起抬石头。我们现在是在铺地面上的第1层石头，因为老房子房间的门比较小，陡车进不去，我们只能这样子2个人一点一点的抬进去。之前在视频上面看到很多朋友是自己一个人铺水泥地板，我原计划也是想打算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但是后面我看拉回来一大车的石头沙子，我还是放弃了，我一个人干不来，请来了老家的亲戚来帮忙。在南方的房子很容易受潮，有朋友建议我先在地面上铺一层石子，然后再铺上水泥砂浆，这样对于防潮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刚开始我看着一大车的石头，心里面挺发愁，我想着可能这个要整整1天的时间才能可以完成，没想到我们几个人半天就把3个房间做好了。我计划是先把地面整平，至于以后要做怎么样的装修还没有好的想法。老堂屋这里我打算是做成一个中式风格，2个房间我还没有好的想法，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告诉我。现在石头这一层已经铺好了，铺好的石头上面我们要先浇一层水，后面我们就可以铺水泥砂浆了。下午约好了铺水泥的师傅来帮忙，我继续做小工。一整天下来肩膀的话用手摸过去火辣辣的感觉很痛。我是第1次经历到这个水泥地板，比我想象中的要辛苦一些。原本以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后面我才知道倒水泥地板的时候有一些注意，比如说要怎么找平打水平线然后呢怎么和水泥浆我以前都不知道，没有概念。但这一次我跟着老师傅们又学了不少。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一些常识，感觉也有所成长，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改造老房子这段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是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对于未来的房子充满了期待。小时候我特别向往大城市的繁华读书毕业以后在城市生活久了，现在又特别渴望回到老家过那种宁静的田园生活。还好老家的房子还在，有田有地，可以种花种菜，可以圆我的田园梦。人的一辈子其实很短趁现在我们还年轻还有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今天是老房改造的第5天，老房子的外墙由于雨水长期的浸湿外面已经全部花了，这上面的木板断了一部分，下雨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飘到墙壁上面墙壁现在是非常松动，随手一抠就会掉下来，后期这里要全部铲掉，重新粉刷。这上面亮的地方呢，就是瓦松了，下雨的时候呢，雨水就会掉到房间里面来。这一次我准备把瓦全部换掉，坏了的房梁也要换下来，屋顶的瓦可以换琉璃瓦或者是树脂瓦。提前约好的搭竹架的师傅已经到了，我们计划是先把架子搭起来，然后方便换瓦，后面再整理墙面，粉刷墙面。这个架子今天就可以搭完。
早上的时候已经把要用的瓦已经订好了，明天就安排师傅过来帮我们装瓦。新的房梁的话，我现在安排了亲戚帮我去拉回来。还剩有一些树皮我们自己动手把树皮剥掉，然后把它放到一边等明天换瓦的时候呢，让师傅把这个房梁装上去。架子已经全部装好了，明天我们就可以上屋顶收拾瓦片了。之前有朋友说改造要从上面装，今天我们就开始收拾瓦片。我请来了我们这里专业的师傅来帮忙。首先第一步就是拆瓦老堂屋的瓦片比之前拆的瓦要工整一点，我又留了一部分瓦出来，准备改造花园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现在是在把那个好的木头选出来优先用这种好的木头量一下，然后给它锯平来。旧瓦拆下来之后，师傅们要先把旧了的、坏了的房梁拆下来，再换上新的梁子。最后换下来20根房梁，换好房梁以后，下一步就是钉光条了。对比了树脂瓦和琉璃瓦之后，我最终选择了琉璃瓦。听说这个使用时间长比较耐用，用个几十年是没有问题。当然了，琉璃瓦的价格也会比树脂瓦稍微贵一点。我手上拿的一个这是青灰色的瓦，还有一个是透明的。透明的话，我师傅安排了6块，因为老房子像上面的阁楼不是很亮每个房间我们都有安排2块。先装两边的铝皮。现在可以开始盖瓦了。我们装一个可以流水的一个水槽的话，瓦从那里装进去的话，以后的水直接流到这水槽去。学用的就这种不锈钢杯子以后下雨它不容易坏。整个屋顶一共是150多个平方，最后一共用了1000多块瓦。放了瓦以后，看起来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放瓦的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之前有担心过如果遇到下雨的天气怎么办？还好整个过程呢都是有太阳的。所有瓦装好以后，师傅们最后还给瓦搞了卫生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这份天气变冷，家传小雨，老房改造的进度也慢下来。之前有很多朋友提醒我说，改造个老房子搞这么大的工程，还不如重新建。我为什么要留着老房子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爷爷的时候盖的，我想把这个房子留下来，
我们从这个老房子搬出去以后啊，我爸妈在前面的一点地方重新盖了一个2层的房子。平时我们一家人住在新房子里面生活，搬出去以后，老房子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打理，才显得这么破旧。整个老房子的改造工程大概是这样子的：房子的庭院连成一个整体，所以上下区域我会做一个下层式的楼梯。上面区域设置有休息室以及户外餐桌，下面区域设置有饮水池、洗手间，还配有一些禅意的小景以及花园小道。在花园的左上方呢，我还会做一个比较中式的门笼，以作为整个庭院的入口。现在屋顶的换瓦工程基本已经完工，下面就剩下粉刷外墙，然后就正式动工庭院了。因为我还不明确房子的内部该怎么改造，所以内部的改造放到最后再做。也欢迎大家有什么好的改造建议，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给我留言。围墙外面就是马路，提前拉来的石头如果堆在路上会堵路，所以放在了挖好的地基沟里面。第二天我又请来了挖机师傅来帮忙把它吊出来。师傅们在打这个钉呢，是在固定一个坡度。这么高的围墙是不能直接90度角砌这个围墙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坡度的话，以后这个围墙它很容易塌方。我们下面全部用大石头来铺，因为这个墙比较高啊，要石头全部用石头才可以撑的。围墙如果没有砌好，后期有可能会塌下来重新打工，所以我还是找几个有经验的师傅来帮忙。师傅们呢又把地基再重新整平一下。我们这边是南方啊，春天时候经常下雨，院子前面的路基呢离地面也会几米高。如果我不弄好围墙，春天雨水多的季节就容易塌方。原本我是打算自己动手用水泥砖围起来的，后面有经验的长辈告诉我，上面必须要用大的石头砌个1到2米高，后面再砌水泥砖，这样才牢固。我们这个石头砌的地基到这里就可以了。下一步的话，在上面还要砌一个用石膏砌的一个围墙。这个时候打出去啊，大概2米多高吧。这个围墙地基2天时间就可以完工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做完了。现在做最后的一个收尾工作，把它外面这些毛漆就可以了。围墙一共是13米。然后用了2车的大石头加1车的石粉，石头加石粉的材料的费用是2200。电器终于放齐，老房的改造又得以继续。今天我们继续做的话是花园围墙的地基。之前挖机来挖的时候没有安排到花园里面的地基，也是一个失策。设计的时候让师傅们人工来挖，这样子的话就相对来说前几天是我们这里今年最冷的几天，今天一开工，天气又放晴回暖，每次开工都是一个好天气。地基的泥巴挖完以后，然后师傅再给它挖平，在上面放大石头。这些石头呢是原来挖过来的时候剩下的，把它用在两边的地基刚好用完，非常合适。柿子树旁边的地基砌好以后，现在砌另外一边的地基，整个工程耗费还是比较大的。看着工师傅们做事的话，也是比较辛苦，一块块的大石头，一块块的往上搬，真的很辛苦。围墙的石头部分已经砌完在大车把水泥砖拉回来之前，我得赶紧把塞坪上面的东西清理一下，待会大车回来时候好倒那个水泥砖。地
一车的砖拉回来有700多块。砖拉回来以后，师傅们先把砖搬到围墙旁边，方便后面砌墙。这样子的话会更加省事。光是搬运这些水泥砖都费了不少时间。一共拉了2车的水泥砖过来。改造花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围墙砌好。砌好围墙以后，我就可以在里面规划整个花园了。围墙的工程比我想象中的要多一些。原来我以为只要砌上水泥砖就可以了。围墙的地基部分先用大石头做底层，上面再砌层水泥砖，这是地基部分。地基做好以后，再用红砖砌围墙。我以后打算在围墙上面装几个镂空的花窗，做一个仿古式的一个围墙。我们这个围墙呢，围到这里基本上是算地基已经做完了。下一步的话，需要我把这个整个平地把它推平以后，才好在上面再砌另外的一个围墙，要把它推平。推平以后，我计划在这里做一个鱼池我准备在这里做一个下沉式的一个楼梯。这个地方我是打算留下来做一个入户花园的一个门楼。然后这个围墙呢，现在已经完工了，这个地基要等水泥全部干，大概要2到3天这样子。水泥干了以后，我上面的花园就可以用挖机来推平了。这一块还有很多需要把之前的泥全部往前面推平。把房子的屋顶换完以后，现在轮到房子外墙了。粉刷外墙之前，得把原来的白墙敲掉。之前有朋友给我建议，把墙上的几个大字保留下来。墙上的几个大字呢，是爸爸当时和一个叔叔手写上去的。后面考虑到整个房屋的一个风格搭配，这几个大字还是决定不留下来。之前我考虑一个清墙的工程比较大，应该会要很长时间，但是我们的工人师傅一来，不到半个小时，前面这些墙壁基本上都清完了，然后到后面两边的墙壁，师傅们清墙的动作特别熟练。我找的这批师傅呢，他们是做旧房改造的，在老房子改造这一块非常有经验。清墙完以后，露出了泥巴的颜色这个泥巴颜色我看了好久，觉得特别喜欢从远处看，它跟附近的环境整体搭配特别协调。我当时有跟师傅沟通看能不能帮我把泥巴的原本的颜色保留下来。后面师傅看了我们的墙体，如果不做粉刷，后期的日晒雨淋，这墙壁就容易坏不牢固最后还是考虑挂网上水泥砂浆。之前有很多朋友说我这老房子不如推倒重新盖说不坚固。今天我们把墙清了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房屋建筑原本是怎么样的。这个全部是以前老式的建筑用泥巴冲起来的把墙壁清了以后，看起来还是挺坚固的。清墙完以后，下一步我们就挂这个网。这个网的话，我买了30卷，一卷的话大概说是有20米但是老板告诉我大概可能就10多米。师傅们看了我整个房子的一个大概情况，也给我提出一些比较合理一些建议比如说阁楼上面的窗户比较偏小，然后他给我提出放大一点采光。如果没有挂网的话，像我们这全是泥巴的一个房子，它那个水泥砂浆加不上去的。挂网以后，我们才能上那个水泥砂浆。做完水泥砂浆以后，我们再考虑外面的一个粉刷。
旁边还变成过那个。这2个窗户是原来我们拆那个老房子留下来的。之前有朋友说阁楼上面的窗户太少了，不够亮。今天我们让师傅给我换成这个跟下面一样大小的窗户。今天一天，整个外墙的墙壁全部清墙完，还有另外2个师傅专门给我把上面的2个窗户也给它换了。他们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我预计是清墙要花很长时间，师傅们动作挺快。关注我，老房改造持续更新中。老房子改造这么多天，今天终于可以粉刷墙壁了。这上面墙上弄的话是一个钢丝网啊，全部铺了一层钢丝网。之前有朋友担心房子不结实不牢固，在粉刷之前呢，我们铺上钢丝网，再上一层水泥砂浆，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加固作用，大家就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了。我们清墙完墙壁以后，也看了房子的整体情况。其实房子是非常坚固的。粉刷屋顶上面的墙壁的时候，师傅们是把那个砂浆放在浆桶里面，一小桶一小桶的把它吊到上面去。之前有搭那个竹架子站在竹架子去开始粉刷。我们是从房顶自上而下开始粉刷。我们在挂好的那个网上面粉刷一个这个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粉好以后呢，下一步我们做一个抗裂砂。抗裂砂的话，它起到一个防水、防潮、抗裂的一个作用哈。做完这个水泥砂浆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做那个抗裂砂的加固了。这一面墙现在马上可以结束了，然后的话准备粉刷前面的墙壁。师傅先在墙壁上喷层水哈，给它湿了以后，待会好上那个水泥砂浆。这边的墙壁也全部铺好那个水泥砂浆了，全部粉刷完了。现在开始准备外围准备前面的做水泥砂浆。老房子的外墙大概是180平方左右。这个粉刷墙壁看着好像很简单，但是如果手腕没有什么力气，或者是没有一定功底人来做呢，上去刷个半个小时，估计晚上睡觉手放在哪都是觉得不舒服。水泥砂浆粉刷完以后，下一步呢就开始上那个抗裂砂。之前有说每次开工都有好天气，然后这几天就开始陆续下雨。好在这并不影响房子外墙的一个施工。下雨的时候，师傅们继续还是在粉刷。现在师傅在进行做下一步的抗裂砂，给墙体做一个加固。以前很多人用的是那个腻子粉，这一次我选择了抗裂砂浆。这个抗裂砂呢，可以有效防水、防霉、防开裂，效果会比腻子粉好。跟师傅们粉刷这个墙壁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来做比较好。整个外墙粉刷完以后，从外面看起来就跟新的房子一样。现在师傅们现在做那个水平条贴水平条，然后的话这一部分我们准备喷一个墙裙防腐式的一个墙裙。喷这个墙裙之前的话，我们做一次防水。之前有些下雨积了以后，把那个墙壁沾脏了现在我们做防水之前要把它擦干净。
底漆可以防水做固化的，干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喷那个墙裙了啊。9公分宽，9乘30。之前我有给师傅说，为什么不用那个胶纸来贴啊？他们给我回复就是因为这是老房子，水平线不平的，如果用那种贴纸来贴的话，贴起来会不平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们这里边，这里还可以贴到2根，但是后面的地基是已经到那个墙角了哈，这边还可以贴2根啊，师傅那个不高。现在所有已经分好这个平衡线了啊。现在是要准备画一个垂直的一个网格，之前是一个平衡线啊，现在是画一个垂直下来的9乘30啊，这是9乘30的一个格式。像用这种手工画的，我觉得很难啊。我之前了解的话是用那个贴纸直接贴上来的，他们是全部是手工画，横的竖的全部是用手工。因为我们的老房子它是用那个泥巴冲的，墙体的话有凹凹坑坑的不平，师傅说一定要用这个垂直线才可以把它打平画直。师傅在画线条哈。之前打好垂直线了，现在画线条。太有了，防水加固的。我来关来。今天师傅在给我装这个台灯。上次我们装瓦的时候，他们有手是流过来的，然后他今天他们自己帮我把这个排水管给它装上去，下雨天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那里漏水会把墙都弄脏了。不愿意会不会？哎，你说这个对吧？来，要吧？
我准备给它加高啊，大概2个砖哈，加高2个砖头的高度。我们2楼的阁楼，以后我准备在这上面做一个房间。然后的话，这上面的几根扯梁啊，因为太低了，移到上面去，以后方便吊顶。几个改造啊，这个门口啊加高加宽了，还有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这个窗户，这窗户我换了窗户以后，看外面感觉很空旷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花园，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整个田。2楼阁楼的第3个变化就是上面的3根扯梁，原来是5根的，现在把它加高了以后，只保留了3根。屋顶呢，我准备做一个斜坡下去一个吊顶，这样子会把这个房梁不好看的地方会把它遮。
天我们准备改造一下1楼下面的2个房间。这2个房间呢是一前一后的，前面这个房间是我小时候住的，这是后面房间改造前的样子。这个房间呢，这个墙我准备把它打掉啊，打掉以后后移到前面大概1.5米，然后的话这里把前面的房间给它稍微大一点的空间，后面这一部分我准备做一个卫生间和厕所。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墙拆除啊，要给前面的房间往后宽一点。楼下房间的改造的顺序跟楼上一样的，整体的话也是把墙体给它清拆完以后，挂上钢丝网，盖上水泥砂浆。后面这个房间还是比较破旧了有的墙体被损坏了。后面的话我们会用那个水泥砂浆放石头进去给它贴平。这全部空了嘞。水泥砂浆上完以后我们在中间砌一个隔墙，这个隔墙是在这些房间往后移大概1米这样子，把前面的房间的空间拓宽，后面的房间改小一点。今天我们来改造老房子的最后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流程和之前的先清理墙壁，然后挂钢丝网，最后上水泥砂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门口是一个可以通向我们以前老房子的厨房的。
现在是用大头砖把它砌起来了，但是上面还有一点空的，然后师傅先用红砖给它填满。所有房间我现在都只是做了加固，还没有装修。以后怎么装修呢？我现在还没有想好。1楼这里这个大房间，我以后是打算做一个工作室，或者是办公空间。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我说一下。房屋后面有一个楼梯专门是可以上到2楼的阁楼的。这个楼梯呢，我每次上都特别小心有一次这个踏板滑下去了，然后踏空了，但是比较危险。后期这里我要改造成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楼梯不要有空的。上来看一看另外一个阁楼改造成什么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在这里也开了一个洞方便递东西。2楼的阁楼我装了4块亮瓦现在是一个阴天的一个天气改了窗户以后，这里面加上亮瓦，特别亮，给大家看一下。从这个窗户出去看出去给大家看，可以直接看到花园。走出来这个的话是看到我整个老房子一个堂屋这是一个楼梯。从这边过来的话是另外一个阁楼，之前给大家有拍过给大家看一下改造之后的。今天又是下雨了，然后花园外面的施工呢都要停止一下，不能做。今天有时间，我把阁楼上面把家里面这个位置搞一下。刚装修铺层刷完，地上还是蛮脏的。这个楼板后期要做加固处理的，现在暂时给它这样子放。这个板子也是不安全的，然后要钉2块板在这里放一个安全牌。这一块还有很多需要把之前的泥全部往前面推平，推平以后大概是这么高。没想到地基砌好以后，今天请来了挖机师傅过来帮忙把花园的地面推平。这地方我要装一个化粪池要挖机师傅帮我挖一个化粪池在这里。花园地面整平以后，和分享给我都用大车给它挖走。化粪池挖好以后，在师傅的下面，我还让师傅拿一个大桶，准备以后用来做东西。师傅给我开了一个那个卫生间的化粪池的，还有一些排出去的一个管子接头，待会我就要开车出去把它拉回来了。我借开着那个粉香师傅的车开出去拉个水管，让我爸爸陪我一起去。他坐后面，他说他坐后面。准备出发啦！这里面卖什么五金都有。还有关着要放车子还有小东西哦。那是绑得稳了吧？
哪些要贴一点泥巴，贴点沙啊，上面有沙，贴一点沙进来。地下的泥挖得太深了，然后呢，考虑到那个出水果不好出来，所以说现在我们贴一点那个河沙，给它垫高一点，再把它。高度刚好合适。那这些石头好大吗？你看外面好太深了哦。师傅现在打一个孔啊，给它打孔。我得过去。哎，可以的，可以，OK。好，哎，前2天把花园地面整平以后，就下起了小雨。今天趁天气好，赶紧砌花园的围墙。上次推平这个围墙的时候，有点泥巴在这砖上面，现在师傅要把这个泥巴铲干净、扫干净，才好在上面装那个红砖。原来计划这里给它挖平以后铺那个水泥砖，但是刚才打了一下水平，1块水泥砖的话高度还是稍微高一点，现在又决定用那个石头来把它铺平。这里准备留一个门楼啊，花园的门楼准备在这个地方。这水管到时会把它埋进去。之前砌花园地基的时候，还剩下多余的一些水泥砖，想着节约不浪费啊。今天呢，我们先把之前剩下的水泥砖把它砌完，砌完之后我们再用红砖。因为我考虑到围墙外面有一个给予比较高度，方式不过没这么好看。这里留个空间，我让那师傅给我砌2块砖上来，加高，以后这里放上泥土，可以种那个绿植。我吃你吗？你想把下面都不？我这个不够，这个打开这个好做的。师傅们在研究一下怎么搭这个花窗。这一个是一个弧度啊，比较难砌一点，一个弧形。我们之前早上一直在研究这个花窗怎么装啊，后面吃完午饭以后，师傅们就想出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扇形上去。待会先用红砖把那个模型搭出来哈，最后再放砖，按这个长度来裁砖。我俩放嘛。对。现在砌花窗的2边是斜坡的。搭了这个墩子，然后搭了木架，围墙上面高一点，我们要站在上面才好砌砖。站在上面就做事更方便一点。
天师傅他们在把这个门口砌一下哈。这个门口啊，我准备把它砌进来一点点啊，与这个墙壁不是一条平衡线，进来大概1块砖距离这样子。来了2年，今年有个人是很危险。围墙砌到这么高的时候，我们今天把瓦搭在上面的时候，发现有点高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就用这个瓷砖啊，这个瓷砖来代替那个红砖，我们在上面制作一下那个瓦头，这样子效果会低一点吧。是吧？好的，没的。哇，要知道这。员工呢？干不错，然后这很难理解，像这么很高的。早上来我们是做这个花园门楼哈，师傅们现在上面倒一层混凝土，这个门楼上面呢放了6根钢筋在里面。这个师傅呢，现在还在做这个瓦头，还缺50-60个还没有做好。之前我买了70个现成的，但是买回来他们使用了以后觉得没这么好用，所以说他们现场加工，先用这个水泥和砂浆做成一个模型，给它稍微干了一点以后，这个白色的我们裹的是那个沥子水。
这个楼梯做好以后，我下一步安排是把旁边这个床啊全部倒上一个混凝土，给它做个加固。上面有的塌下来的要把它贴平。前2天下大雨，然后就上面台阶这里塌荒了一部分下来。今天的话是把这个重新清理一遍。现在师傅们在搭这个板，我们在这里准备倒一个20公分的一个混凝土，里面配有一个50公分的一个螺旋钢筋，这样子有个拉力，会更加稳固一些。师傅们用那个红板做这个有个斜坡的，拌好的混凝土从这个直接把它滑下来到这个坑里面来，就非常方便了。师傅们刚把水泥拿出来，就开始下大雨了。因为这几天都下雨，然后之前搭好的那个木板，那个泥巴有点松了，所以说它又往外沁出来了。现在师傅们给它再固定一下。施工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天气又下雨了。今天基本上10几20分钟又下一次雨，就是特别不利于我们做这个改造。我们这个围墙的挡板呢，我们是分成2层来倒的。第一层下面一半凝固了以后，我们再在上面再倒第2层的水泥浆。大家看这个板子啊，可能看起来是直角的，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坡度上去的，倾斜的话更加利于这个墙壁的一个加固。4平的一个电线，我提前预留埋在那个花园围墙的旁边。你们能看出来这2块都是菜地吗？这2块地呢，原来是我爸爸承包给别人种果树的。承包有1、2年，但是有一年呢，对方是没有打理这个果园，
看看全是杂草，整理出来挺费劲的，要花很多时间。诶，这也是鸟窝啊，没有鸟蛋了，应该是小鸟走了。今天呢，又多做了一道工序，是多余做的。剩下那些没有砍的杂草，我不准备再砍了哈，直接用挖机把它挖走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我堂哥看到我在这么辛苦的在砍树啊，砍这些杂草，他说其实不需要啊，我们用那个挖机直接来挖就可以了，非常轻松，不需要我这么费大力气在这里砍。我们现在在搭这一个板子啊，我们今天准备倒对接的一个水泥砂浆。这次我们的板子是竖着放的，竖着放的话，它会起得比较平滑，而且重心坚固一点。上次我们倒那个水泥浆的时候，发现倒上去的时候这一个会走位，然后今天我们提前给它固定，在倒水泥砂浆之后，它就不会乱跑。
要倒这个水泥砂浆的时候，发现那个水泥把这个木板把它挤出来了。现在我们在后面再加一点这个柱子，也要给它做一个支撑，顶住这个木板，不要给它滑出来。